他在大概19岁的时候，在梦里看到了一个人来找他，他看到那个人非常的礼貌恭敬，就随口答应了。没想到过了4、5天之后，那个人又在黎先生的梦中出现，而且用马车接他前去一座公堂，开始升堂审问罪犯。后来才知道那个地方是地府。从那以后，黎先生在每天午后或者晚间睡梦中都能神游到地府，做了4、5年的冥界判官。那个时候他就像是日能里阳夜能断阴的包青天。之后他的朋友为了利益世道人心，向他详细询问了阴间的种种细节，并且汇集成了这本《幽冥回答录》。1914年初夏，我同方子乔、刘继文、谢先庭、孙义慈等几位先生游览广东韶关的仙霞山，途中没有外人，我们不时谈起这些都市传说和灵异事件。这时方子乔拿出了《幽冥回答录》给我们看，说这本书是林有香参谋长当年在陆军大学担任特别班主任时，和黎树教官一起用你问我答的形式把民间的很多事情记录了下来，并托付他把这本书出版发行，让世间的人们都知道灵魂是真实存在的。那么社会上的罪恶或许会减少一些。我收下了这本书，拜读了3遍，和我平日里所听说的有关鬼神的事情互相印证，相辅相成。如果认为他是在宣扬迷信，那么就枉费了110年前方子乔先生的一片苦心了。问：博士早年是不是曾做过阴间的判官？是的，世间的人听到这些事都很好奇，可是在我看来都是些平常的事情，没什么好奇怪的。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儿？这是光绪庚子1900年间发生的事，当时我19岁。您所担任的是什么职务？属谁管辖？有几位职员？属东岳大帝管辖，可是我一直都没有见到东岳大帝，仅仅在判案后将结果上报而已。我当时担任分庭庭长，另有陪审员4人，其他办事的小鬼很多，不计其数。您担任阴间判官有多长时间？是每天都去吗？前后4、5年，每天都去。管辖的地方有哪些？管辖华北5省。阴间为什么请您做判官？我也曾经托同事问其原因，据说我前几世曾经做过阴间的判官，宿世的因缘所牵引，所以这世又做了阴间的判官。阴曹地府也有法律吗？先生没有学习过阴间的法律，怎么能判断无误呢？好像没有看到有什么规定法律，只是根据案情进行判决，自能掌握案件的关键处，根本不需要经过考虑。您所管辖的是哪些案件？我管的是人死后10个月以内的善恶案件，超过这个时间的就属于他人管了。那您曾见过阎罗王吗？没有见过。人的善恶，鬼神怎么能全部清楚并且完整记录了？鬼神能看见人见不到的东西，听见人听不到的声音，人的种种思想行为，鬼神全部能一目了然，毫无遗漏地记录下来。另外，鬼神能透过看人头顶上的红、黄、白、黑等光，而知道这个人的行为思想的善恶。人死以后，他的神智是迷迷糊糊，仿佛在梦中，还是清醒如平时？
像平时一样清醒。您每天什么时候到阴间去？最初在每天晚上，后来白天也能到阴间去，但必须在下午，来去全部是坐轿子，走得很快。审案需要多长时间？审案时间每次几小时，然而遇到复杂的案件，有时要用几天的时间，但是这类案件很少。到阴间时，您的身体是不是像睡眠一样？去阴间时，身体躺卧在床上，像熟睡一样，不吃不喝，也不觉得饥渴。有时神识正在阴间的时候，有亲朋好友忽然来了，又不便告诉他们我在阴间审案，于是闭着眼睛与他们说话，像没睡好一样。客人如果问什么事，也可以回答，但是不能向客人发问，也不记得与客人讲了哪些话。从阴间回到人世间，您会不会感到精神疲倦？精神稍微有些疲倦，像没有睡好一样。阴间也有喝水吃饭这些事儿吗？有，但不许我喝水吃饭。阴间的官服是什么样式？阴间的公文样式和办案流程是怎么样的？我当阴间判官时还在清朝末年，所以阴间官服、公文样式和办理的程序方式和满清没有区别，但是到民国以后，恐怕又要改变成遵循新的制度了。阴间判官也有工资吗？有，但是对人毫无用处，所以我没有领取。阴间的刑罚有多少种类？阴间刑罚种类非常多，比人世间残忍严酷100倍。以现在人看，一定会认为阴间刑罚非常残酷。然而从我所经历的来看，人类宁可在人世间受刑，却不可在阴间受刑。人世间受刑，受刑完了就结束了；阴间受刑后还要再受刑。譬如在人间杀害10条人命，受罪只不过死1次，阴间则必须用刑10次，满刑后再判他转生10次，全是被人杀死。至于锯解、对磨、刀山、油锅等刑罚，全是真有的，造恶的果报是如此的可怕。阴间最重视的是哪一种德行？阴间最重视的德行是：男的精忠报国，孝顺父母；女的贞洁守节，孝顺父母。这2种人虽有其他罪业，也必能减轻刑罪。最恨的是哪种罪业？阴间最恨的是邪淫、杀生2种罪业。杀生比邪淫的罪恶还要重，如果因为邪淫而杀人害命，则是2罪全犯，罪加一等。古人说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，实在不是假话呀。阴间既然没有成文法律，那么最轻最重如何衡量？这要看他犯罪的动机和所产生的结果，衡量情节，依据道理来判定罪行轻重。现在用盗窃来做比喻，如果盗窃的人是迫于生计，不是将盗窃的钱财乱用，或者被盗窃的是一个富人，盗窃数量不大，对于富人的生计并没有影响，富人对这些钱财也不是很痛惜，又或者所盗窃的是将要花在吃喝嫖赌等不正当地方的钱财，那么盗窃的罪就比较轻。万一富人被盗窃，使奴婢仆人受到责罚，以致奴仆气愤自杀，或者是穷人买米买药的钱，因为盗窃而导致饿死或病死，或者被
被盗之人被迫与盗贼发生打斗，导致杀人害命，那么案情就非常严重，不能以寻常盗窃案来对待了。在阴间审判犯罪应负的刑责，有没有判错的情况？不会，阴曹地府对于犯人的罪状都早有精准谨慎的调查，证据确凿，因此审判非常的公允，从来没有审判错误的事。我们一天之中，一生之内，念起念灭不知道有多少，是善是恶，即使自己也不能全部记得。阴间官吏记录人的功过，纤毫毕露，怎么就不嫌麻烦呢？人的思想念起念灭，做过就忘了，像空中的鸟飞过的痕迹，水面的泡沫，影响不大的。那么阴曹也不予记载。如果一心专注，念念不忘，虽然没有付诸行动，也是有功过被记录的。如果有想法付诸行动，那么功过就更加明显了。阴曹地府也有外国人吗？如果有老外，那么怎么能够通晓彼此的语言呢？如果没有老外，那么老外死后归什么地方判呢？我作为阴曹判官正值庚子年，八国联军攻破北京之后，中外军民死得非常多。阴曹曾看到少数的外国人到案，阴曹中也有能通达他们语言的，也曾经受理过一个死难的提督，名叫某某某，也有忠诚保卫国家、慷慨捐躯的。我亲眼见到他们都直升天界，没有经过提审。中国阴曹地府况且不止一处，那欧美各国也可推知，另外有阴曹地府才合乎情理呀。阴曹地府里为什么经常用阳间的活人来出阴差呢？因为富贵的人，他们家宅常有众多神灵保护，他们身边供差遣的侍者又多是年轻力壮，阳气旺盛，因此鬼使不能靠近他们的病床。比如部队将领病死军营之中，他的四周警卫森严，枪炮林立，兵营中士兵又都是少年，阳气旺盛如同蒸烤，鬼使不能够靠近，就必须使用生者的魂魄做差役拘捕他，才能够到案。被刀杀害和其他惨死的鬼魂身手不全，他们的灵魂和平常病死的鬼有什么区别吗？他们的灵魂身手是完整的，和普通的鬼没有差别，只是脸面让人感觉稍微模糊，并且受伤的部位带有血迹，并且容貌悲伤凄惨，像是很痛苦的模样。鬼也有灭亡消失的时候吗？有，我所见过年代最久的鬼，大概远至宋、元朝为止。至于唐代以前的鬼，绝对没有见过，可能是因为年代太过久远，早就消失灭绝了。除非成佛，否则不能够万古长存啊。人从幼年到老年的容貌是逐渐发生变化的，那么鬼的容貌是否也会逐年衰老呢？鬼的容貌和他病死时一样，好像不会因为年岁渐长而衰老。阴间也有白昼黑夜和日月星辰吗？阴间也有白天晚上，和阳世间相同，只不过绝对看不到日月星辰。阴间的情形和四川的大雾和华北的沙尘暴天气差不多，不像阳世这样的明亮。还有每天早上8点以后到中午11点止，鬼畏惧阳气弥漫灼热，都躲藏到阴暗的地方，午后外出的才逐渐增多。
阴间也有春夏秋冬四季吗？有的，只是夏天没有阳世间这样的热，冬天则比阳世间还要冷。阴间是不是同样有饮食呢？阴间也是有饮食的，他们所用的蔬菜也有很多种。阳间人们所烧化的纸钱，在阴间能够享用吗？阳间人们所花的纸钱，他们也可以用来购买物品。阴间也是吃一日三餐吗？每吃一餐可以饱很多天，并不一定要一日三餐。在阴间同样也有睡眠吗？也有床榻、被褥之类的东西，但是并不曾见到有睡眠的情形，只是到处徘徊，闭目稍微休息一下，就等于是睡眠了。不同于阳间的人，每天必须要睡够7-8个小时。阴间也有街道门市吗？阴间也有商店和超市吗？有的，只不过规模非常小，与人世间的小商店差不多，所贩卖的东西大多是饮食杂货之类，但没有像人间那样富丽堂皇的大公司和洋行。阳间的人们祭祀所供奉的饮食，阴间的鬼神能不能够受用呢？可以的，但只不过闻一闻它的气味，不是真的把东西吃了。例如在夏天的时候，同样的2碗食物，一碗用来供鬼神，一碗没有供鬼神。已经供过鬼神的，一定比没有供过鬼神的要先腐坏，就是因为供过鬼神的那一碗的气已经被鬼神摄走了。灵魂在阴间也有家庭眷属、亲朋好友吗？有的，但是不一定都是阳世原来的家庭成员，因为阴间也有婚娶和生育的事情。鬼魂都是以自己的坟墓作为居住休息的地方吗？答是这样的。人在断气的时候，灵魂脱离肉体，这时有没有痛苦呢？人在死的时候，大多都有疾病，灵魂离开身体，就像开门出了房子外面一样，本来没有什么困难，回想以前在病床上的痛苦，反而现在感觉得到解脱。有的人因为牵挂自己的妻子儿女，或者是留恋自己生前的财产，心中执着不舍，气息残存不断绝，灵魂因此不容易脱离身体，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了。一个人在生时养成对世间的一切看得淡薄，对于妻子儿女、钱财名利没有贪恋的心念，这样的人，他的灵魂离开身体，就像是脱衣服一样轻松，丝毫不用费力。大修行人死后也要到阴曹地府听候审判吗？阴曹地府所管辖的都是受业力支配的人，或者平凡庸俗没有大善大恶的人。如果是大修行人的话，死后立即升佛国、升天界，不需要经过阴曹地府。像这样的人，地府名册没有名字，无从审判。或者天生稍缓，还要经过阴曹的人，阴间官吏一般是起坐迎接，他们的魂魄越走越高，像步上云梯一样。等到靠近庭内几案时，就到屋脊那么高了。像这样的人，点名一到，就立即登天界，也是无从拘提监禁的。佛僧和道士诵经礼忏，超度幽冥亡灵，对于亡人究竟有没有利益呢？好，非常感谢啊！剩下的章节呢，我们会在下周更新，请订阅支持一下吧。我是谁？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？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，意识到无限的爱，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。